再来关注印度，当地时间周五，印度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1.71万例，这一数字不仅在一周内翻了5倍，更创下了去年6月初以来的单日新增纪录。有印度医学专家就警告，随着奥密克戎毒株蔓延，新一轮疫情将于下月达到新峰值。而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印度单日新增病例数或将超过美国。疫情反弹带来严峻挑战，但部分印度国内媒体以及印度反对党却仍在乐此不疲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挑起中印对立情绪。不仅谎称中国在班公湖上建大桥，甚至还错把剧照当新闻，称中国军队元旦在加拉万河谷对国旗宣誓的视频当中，解放军和记者是由中国演员吴京夫妇扮演的。印度卫生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全国新增数较前一天增加28.8%。在印度第一大港口城市孟买，新冠检测的阳性率高达25%。仅这座城市周四就报告了新增超过2万例确诊病例，几乎是去年最高纪录的2倍。印度国家流行病学研究所前所长医学博士古普特表示，按照目前的增长态势，印度很快就会打破纪录，并在今年2月初达到新的峰值。古普特还预计，考虑到人口规模，印度的疫情增长态势很可能会超过美国。1月4日，美国日增确诊病例数创下了惊人的102万例纪录，此后数天依然保持在高位。面临疫情反弹带来的严峻挑战，部分印度国内媒体却仍在炒作中国威胁，挑起中印对立情绪，引发印度国内一阵政治喧嚣。新华社报道，今年1月1日，在海拔4000多米的加拉万河谷，刻有"大好河山，寸土不让"字样的岩壁下，数十名中国边防战士庄严肃立，他们面向一面鲜艳的5星红旗宣誓，并向祖国人民送上新年祝福。不过，为了抹黑中国军队元旦在加拉万河谷亮国旗宣誓一事，部分印媒最近想出了办法，竟发文称视频中的解放军和记者是中国演员假扮的。新印度时报和印度右派门户网站 Opindia 周四报道称，元旦当天，中国电影演员吴京和他的妻子谢楠分别假扮士兵和记者，参与录制加拉万河谷国旗宣誓仪式视频。印媒还声称，视频中扮演央视记者庄小莹的是吴京妻子谢楠。但网友发现，印媒不仅错把边防战士当作吴京，连谢楠的照片都放错了。有网友对此评论称，要抹黑也得专业些，否则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印度媒体还炒作中国境内的基建项目。上周二，多家印媒发文称，发现中国正在班公湖上建造一座新的跨湖大桥。其中，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仅以某社交媒体用户发布的一张班公湖地区的模糊图片作为依据，称大桥建在班公湖较为狭窄的部分，现已接近完工，预计建成后将加强当地中国边防部队的道路连通，加快人员及重型装备移动速度等。但以上信息并未得到中印双方的任何官方证实。我觉得印度媒体的渲染和炒作，首先不是个少见的事情，也就是说比较频繁。印度的当局一定程度上要借助印度媒体渲染一种遭到外敌入侵的这种印象，然后印度当局采取种种的强硬表态，这个对国内的有交代显示我这是一个爱国的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支持率，就国外而言呢就更好理解，因为印度呢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传统，在国际上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所谓的受害者，这会导致呢，就是主流的西方媒体会把印度媒体报道的事情认为是真实，这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印度在国际媒体上占据一定的话语主动权。对于印度方面的炒作，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在本国领土上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旨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同时致力于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外界注意到，中国陆地国界法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印度国内反华舆论的活跃。尤其国大党等反对派和一些印媒各种暗示或指责中国挑衅入侵，同时把矛头指向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批评莫迪政府对华投降，甚至牵连到中印军队新年互赠糖果。这一被认为护市善意的新年传统项目，也被说成是莫迪政府对华软弱。
分析认为，一方面是印媒为了迎合印度国内外反华情绪，另一方面，反对党为了政治私利而大肆炒作涉华议题，借此猛烈攻击莫迪政府，为了反对而反对。这种氛围之下，中印士兵互赠糖果的事被上纲上线，也就不足为奇。但类似漠视国家根本利益、破坏中印关系的行为，对印度民众来说百害而无一利。